那我现在公布第一名，第一名佩佩。第一名佩佩。本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337同居约会赞助。第二名，弟弟。Go，加油！第三名，伊娃，请选择。哇哦，来吧。获得这个第3名的，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比较不太讲话，所以可能会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没想到拿到第3名，其实蛮意外的。好，第4名，卢嫣，请选择。我？对 ，yes。我们来公布刚刚的结果。刚刚第一位佩佩选择了萌萌。佩佩选择我有想说他是有把我当成考虑的对象，还是只是觉得可能我比较安静，然后可能相处得起来会比较自在嘛？我有在想这件事情，算开心吧，因为我也觉得他蛮可爱的。我觉得他知道我第一个选他，他应该也蛮意外的，因为我几乎没跟他讲话。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拉近吧。如果你被一个完全没有讲过话的人选，你一定会觉得他是对你有想要靠近的意思。好，我2个我想要的对象，他们2个自己组队了，心情还蛮复杂的，不会觉得有竞争感或怎么样，那就觉得心情很复杂。一个是明天要跟我约会的对象，那为什么他选择了跟我约会的对象？你得有这种想法。那被选择的人，你可以选择你想睡哪一个床位。选哪一间？好 ，OK。好，弟弟选择了 Soraya， 被选择的人一样，你可以选择想要哪一个床位。哦，那个。哇！我听到弟弟选择我，就我怎么被他选中了？蛮意外的，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我。我以为大家会不敢跟Soraya睡耶，但他因为他第2个嘛，因为他选择还蛮多的，他就选了Soraya，所以我想他应该对他可能有想要更了解的意思。但是呢，有一点很特别，弟弟他有跟我聊到，他有时候选人不是因为真的喜欢他，可能只是跟他一起睡比较舒服啊，会比较安心而已。所以呢，他的选择其实不一定看得出来什么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想要隐藏什么东西，就是他的心思是我们没有办法解读。我觉得弟弟没有选择我，我觉得有一点小心碎吧。但是我觉得床伴不代表什么，就是喜欢就好。第3位 Eva 刚刚选择了 Clara， 因为他也蛮安静的，就是想要多认识他。里面的，我蛮喜欢里面的。那第4位如烟刚刚选择了同期，那你们就睡右手边的。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选的，但我就是最后被剩下来的那一个，所以他选我也是情有可原。我要努力跟努力打好关系，就是至少让他不要觉得跟我相处不好相处。那个索拉雅坐在他旁边，他就不讲啊，他针对你。我有点感觉到了，就是那你看起来很好欺负。
他可能觉得我那时候看起来很害因为你给他反应比较多吧，因为一直我是真的会比较好玩，他就喜欢反抗，可是他下次就配合他，看他怎么样，就好，他反而可能会有点措手不及。对，你配合，下次配合他。然后他喜欢就是当主导，但如果今天有人压上去的话，他就怂了，他就怂。像是刚刚问他，他就会不知道怎么说。他那时候是神来一句啊。对啊，也是你问的。你有撞号的经验吗？我吗？会员内容。你可以喝看看，你觉得好喝再说。但是他怪他，索拉雅。我很浓哦。哪里？哪里很浓？你要 test 你，然后看看。好，不知道你要说好。你要知道你。啊！不要录了吧！你快说了。他不敢。怂啊！他跑了。小心！哎，还好吗？要被逼是不是？要逼我是不是？不是，没了，是要逼我是不是？所以小心一点。有啦，不会烫。这很像哪个艺人漂亮的？哪一个没说没这婉婷吗？我对艺人真的不了解。好像，这么点谁？八点档的。哪一个？他自己爆婉婷。这一周我跟你讲，很像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看影后的时候，他们说我的个性很像杨谨华，就是因为我没有在顾忌我自己，然后我直接把我家人抛开。好，这比较私密一点，就是我爸妈也很后面才知道说我有一些身心灵的那个问题，对，就是我已经吃很多次药，然后跟我几年前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爸讲，然后因为我爸在家的话，他会开扩音，然后跟妈妈会听到这样。我现在有在精神科看医生那样吃药这样，然后我爸其实没什么反应，因为我爸跟我一样想一做，没什么感觉，他就是有那种同理心的概念。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听到我妈在后面飙脏话，我妈直接面讲说，这样的话你保险要怎么申请，要怎么再保别的？你这样子已经报了，你再保其他保险，我其他保险我都没办法帮你保了。你看你这样子你在干嘛？什么？为什么不先讲？为什么不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如果你生病，这是脑袋的问题，你在脑袋的某一个神经生病了，你去吃药，就跟你的好，你现在肠胃炎，你得吃肠胃炎的药。那是一样的东西，对，我们很努力的当正常人，然后当正常人的部分呢，我们很努力在前进。我觉得我要打个岔，你不是不正常的人，你不是不配拥有爱，每个人的样子不一样，没有人不配拥有爱。我觉得我配，但是我应该要在病好之后，因为我没有病好，这我不应该。就是你。可是如果我另一半要承受我的突然就有一个负面情绪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承受啊，这就是你。他选择你，他就会承受。就是你，你的伴侣都可以接受这个样子的你，才是你的伴侣啊。虽然还是不知道你怎么念。没有，我真的觉得，能接住你的人，才是爱你的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创伤，只是创伤比较明显。其实我是想讲的是辛苦大家了，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最后的结尾是想辛苦大家，因为活着很辛苦，你要把这些事情消化也很辛苦。那你要记得你很勇敢。我觉得所有优点跟缺点都是相伴而生，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走过的这些，然后现在让你有很多很闪闪发光的地方，真的很吸引人，然后也值得被爱。在逆境之下，还是很勇敢的坚持下来，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我觉得你要哭了吗？你要哭了吗？天哪，什么意思？我要先去上厕所。等一下，没有。对 ，OK， 没事，情愿没事。我就说我专属救他的情节。我们两个算是情谊吧。对啊我们第一个进入伊娃的房间，就是你聊到就是潜水，然后美人鱼，然后马术，对吧？中了吗？有点重。没有关系啊，我开放式。OK，
不局限于谁。我也很意外你选我哎，所以你就是因为刚刚聊完，你觉得我也可以吗？然后确实，然后我觉得跟你相处起来很自在，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睡得很好。可以啊，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我们能不能睡得很好。但是你不能越界哦。我不敢说话，但我会让人越界。我刚刚才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你相处起来很自在，就我们兴趣很相同，然后喜欢潜水，然后又可能未来会约马术，然后现在就有一点觉得，我是不是有点草率了？会啊，我们刚刚说的忠于自我。我们有很多选择可以相处嘛，没有说一定要谁啊，毕竟大家都很优秀，说实在的，真的确实，对啊。你还给我咬嘴唇，给我回来！你给我咬嘴唇，回来！哦天哪，糟糕！我会让人着火。对，确实在你这你是上位。开心吗？快乐吗？有点快乐。喝酒后就不小心就，而且就这边比较私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就是多人的面前，我可能就是比较保守，对，但2个人我可能就会有点控制不住。为什么？就是我觉得2个人可能可以聊得更亲密一点，就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对方的心意。即使我可能目光在别人身上，你也是 OK 的。我觉得 OK， 就是到了最后的首选才是关键嘛。等下我看一下，什么讯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谁？哇！好。OK。所以这是回应我的讯息吗？我完全看不出来是谁。没有关系。所以你很明确知道是谁了吗？我不知道啊。直接反应会觉得是不是伊娃？然后如果是的话，我也很开心，因为他就冷冷的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有听到我称赞我的开心和喜欢吗？对啊，就怕他没有接收到我的这种想法心意。那如果说是他的话，我会很开心；如果不是也没关系。但至少就是有人因为我的这些喜欢、这些称赞，有感到开心，那也很值得。我会传给 Soraya 的原因是，他那时候很坚定的选择我嘛，我觉得他可以认识一下，对，而且我也很感谢他给我很多的赞美跟鼓励。应该是如烟吧，因为可能跟他私下接触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他蛮活泼，然后蛮会带动气氛的。但他私底下的样子又不太一样，就是蛮能够共感，然后心思也比较细腻。传给弟弟是我们2个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加上可能就是 INFP 之类，然后他又比较看起来更贵气一点、高雅一点，这样不是他的低配版的概念，这样，但是就是感觉还是很契合。然后结果到后面我去厕所，结果发现我在那边吐，然后他还问我说怎么在里面那么久。而且我朋友要吐在那个水沟那边，就是在女同圈里面很常被男生喜欢这件事情是称赞吗？我不知道，有在猜可能是佩佩，那时候刚好在那个空间里，然后就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有一点第6感的感觉。对、我觉得酒量真的是可以练的，好像是但是就很容易红什么的，然后全部都天生的。对，或者是什么骑酒疹，有人会骑酒疹。对。我收到0折，超难过的因为前面在打印象分数嘛，就是明明可能印象很好，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就是有一种明明被看见了，但是
但是没有人要跟你说什么话的感觉。虽然说什么没关系啊，反正第一天大家可能没有要跟我说什么话，但还是心里会有点在意的。而且现实也比较少遇到，就是会喜欢女生的女生。哦，对啊，你现实中有吗？没有啊，就是完全没有吗有的话就是变成朋友，就没有那种进入暧昧阶段。哦，原来就是不是那种认识太久，不然就是没有火花那种，很难。就是好哥们，对好姐妹。虽然你知道他也喜欢女生，原来的感觉。我听到声音了。谁的？我觉得可能是 Soraya， 我觉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很明确的对我表达好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传的。我的心动讯息是传给伊娃的，就是我就很直接啊，喜欢就会直接说喜欢，然后也会直接表达我想讲的。谁的？我后来是传给如烟，就是从原本完全是陌生人的状态，到后来他跟我们聊，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一些私人事情，就是听完他讲那些之后，就是很多百感交集啊，就是谢谢他跟我们说这些，然后希望他未来可以幸福一点之类的。我爱，请问我爱你，不为人海的拥挤。你说，你还要说什么？好笑啊！你给我走神奇路线。等一下啦耶！我传给如烟，想要多了解你一点吧，或者好奇。哇哦！因为就是我们有私底下聊天，然后聊天到就是他其实不想要活得太长，因为他觉得人生应该在最就是快乐跟最美好的时候有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我们那时候聊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蛮有共鸣的。就我以为我其实应该不会有人传这样，大家一起的时候是需要出声，但是我觉得可能私下话你就可以自己就好了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我看起来很冷淡这样，所以是我没有想到，有惊讶到。那你会好奇我为什么第一个选你吗？有点，刚刚的采访也有问我。哦，真的吗？对啊，不知道那你说什么？我忘记了。我说我在想，就是你选我是觉得可能我比较安静，然后比较温和，比较好相处，还是说就是有在思考当成可发展对象这样？哦，蛮酷的。因为一开始我跟你没有什么讲到话，但是我一开始进来看到你是觉得就你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又没跟你讲到话。而且因为我们后来都选一样的，就那个调式。哦，对啊，所以不会讲到话。那你为什么会选那个考官？因为我发现，如果我想做什么事情，通常会直接去做，所以我觉得我是主动。就像现在，我想要的心理师，我就会主动去选。其实我前2任都是射手座，所以刚听到你是射手座的时候，我说哦，有对射手座蛮有好感的。那这2个射手座有什么差别？就他们表现出来的跟内在差很多，我自己觉得。你说你那一任？对，还有我其他的射手座的朋友，可能外在会比较关怀大家，然后可能会比较融入一个群体之类的。哦，对。然后，但是其实他们私底下可能很容易焦虑，或者是很容易想比较多事情。我觉得是这样。我的观察。我觉得如果我到很确定的话，我会写信。好浪漫，好纯情我超爱写信，就是我如果非常确定我对你的感觉的话，我会写，我会手写给你。我觉得那是一种，比如说你面对面，你打字，他必须要回应你嘛，他一定要
你面对面的话，他肯定要对你有反应，或者要当下的反应。对，而且或是打字的话，他一定要回你，你不能不读不回，又已读不回。但是我觉得写信就是一种，我告诉你我对你的感觉，但是你就是收着，你不一定要回信给我啊，你也不一定要传讯给我啊，你可以就说你收到了。我之前也很爱写信给我前任，就是那个高中那个女生，然后还会写说这个你读这封的时候你要配哪个 BGM， 哇塞，付给他说你要听啊这样，真的还不错哎。对啊，而且我写超长，就是那种笔记本的纸，然后2面这样。哦，那也是很多话哎，才能到笔记本2面。很爱讲话，明白。我明天要一早起来回去拿我的卸妆膏，我忘记带卸妆膏。不要，那个我卸妆棉很大包，真的吗？而且是韩国很好卸的东西，我会给你看。哦，真的。你要住妈妈嘞，我真的妈妈你要是住我9天吗？可以，那很多好不好？哦。哎呦，没事啦。那个我就把卸妆机，韩国很好用的卸妆机放在厕所，如果大家要用就直接拿 ，OK 吗？太看着了吧！还有这个，太友善了吧！不需要就是好棒哦不要连续的那种，就是你洗完脸之后不想用卫生纸擦，就那个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而且这个可以冲马桶溶解。真的是很，它可以冲马桶。爱你，爱你，爱你。等下有人对不对？哎，你们现在这里到底录完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说你们这里现在到底录完了没啊？我根本不知道。还是我们现在？谈第一段恋爱前会对谈恋爱的同事很多的就是一些，还是我们现在是打扰你们录音？我现在打扰到你们。我要心动了。这个人就行动，超容易，太容易了吧？对。糟糕。你不看脸的吗？我看啊，所以我脸可以。其实我本身，你不要再问了，我想知道啊。你要帮你叫我想要你看我。我脸可以，漂亮吗？漂亮。哦，这边的脸。可以。可以介绍看，我知道为什么睡着。啊！我要走了，我不行了。对方上去要跑标了。我难受。来了来了。没有啊，我想看看你啊。啊？没事。你说。没事。你说。你说。我想要听你说。有点像一个大色魔要进来侵犯我。你说来了，我不会真的去做这件事好吗？那为什么说我大圣魔？我说你刚刚那样很像要演。哦，你要我演是吗？对啊，就很像那个美剧里面的那种。不行哎，现在有点累，演不出来。maybe 早一点可能有那个能量可以演出来，现在有点难哦。哦，你希望我演出来是不是？明天我演，明天演给你看。晚一点。重生。哎，他很恐怖哎。他很惊，你不要这样欺负人家。其实我也很惊啊。你知道我刚刚多惊吗？你知道我刚刚多惊吗？其实我刚刚，因为我们不是已经反将，不是。他怎么练？你要说是啥？索拉雅。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好说，就是硬过去，对啊，比他的硬碰硬这样。然后到时候靠近的时候，然后他其实就有点害怕。你要知道你。但是呢，我也是敢这样子，因为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会及时中间止损，所以我一直很欣赏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及时止损就是说弟弟也很疯这样，然后就是他真的要拖，然后他赶快打这样。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他拿捏的很好。然后还有我们可能要讲出更夸张的东西，说我觉得他拿捏的很好，即使所以他其实开车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附和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可以回应他。请问你在笑什么？不是，很厉害。不是，至少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对大家都很有礼貌的。好，萌萌明天见，晚安，晚安哦。怎么样？今天来找我又失恋第几次了啊？第16次。第16次，哇，我没听过这么鲁的哎，哇！老师救救我！你找我就对了，我今天就来好好的教你几招。听好了，心理学呢有一个叫做吊桥效应。可是我不会盖桥哎。你这个姿势真的太愚钝了吧！你要到一个很危险的环境，你要带着对象，然后又感受到那种紧张刺激的时刻，就以为错乱是对对方有心跳的感觉。哦，这个时候你就会让对方制造，让他爱上你。啊，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叫伊娃。哦，你叫伊娃，我叫弟弟。你好，那我知道中山附近有一个私房景点。哦，真的吗？你要去吗？好啊，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好啊，走。OK， 好。我们再转个弯就到了。哦，这里有点黑耶，因为人多的地方不好坐嘛。你想做什么？你想要绑架我，还是把我关在地下室吗？讨厌，你怎么那么聪明？我就不会让你回家了。你这个变态，我要去报警了。你又失败了哦！我认真为你介绍一个推荐，225同居约会。单身想找到好对象吗？那你可以试试看225同居约会。225同居约会呢是337同居约会的子品牌，它是专门为同志打造的一个恋爱的实体配对。这里的每一位会员都经过颜值审查、专人访谈，绝对没有诈骗，所以放心，不会踩雷。最棒的是，你的资料一次上架，你就享有终身配对的服务，配对的次数无限次。重点，你还可以先看到对方的照片、个人的资料，再决定要不要邀请他一起约会。所以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并输入专属优惠码，而且还能享有免费的1对1配对服务哦，绝对不要错过哦！你要干嘛呢？你就有在动。有啊。看出来吧？我觉得我怎么做，我好像都没。不是你吃太少，吃太少。你摸它，那你要摸我吗？为什么你要摸我？我以为没有。没有吧？你没有吧？我感觉没有。我哑铃是10公斤。我靠！我现在能6，现在练。只能走欧美路线，我不能当瘦瘦白白的女生，我就知道当黑黑壮壮女生。你想当瘦瘦白白的吗？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比较黑，然后头发又很就被欺负，然后我小时候很自卑，那一阵自卑感就是到了长大也是没什么消除。坚持到现在吗？我觉得今年是我真的抛开过去的自己，所以这是最新的你吗？刚蜕变的吗？是吗？就我一直都在进步啦。嗨，晚安。很醉，很醉。你这样我会忍不住想抱你。振作。跟佩佩出门去约会前，很期待可以揭露她的其中一项资讯，因为在一些互动的过程中，觉得两个人应该是年纪或者是学经历是相似的，就很期待可以具体的了解到什么，然后透过具体了解到的内容去延伸其他话题。晴晴说实在的，可能是我蛮后面顺位想约会的对象，我可能心里会有一点没什么好期待的感觉。对，但是只是因为我跟他那时候聊天会觉得说没有到很同频，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也没看到晴晴，因为他人不在，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对下午的行程，可能期待的地方是我要去做流体化，而不是期待说我跟谁去这样。那你想要选哪一个？职业啊。好，早上去上课。我是大学生。你是大学生？我是大学生。哦，太酷了。你呢？超没有大学生样的。啊？真的吗？我觉得没有谈吐啦。我觉得我很大学生，我在讲话。我从昨天就一天开始焦虑。完了，今天早上
的课很硬哎，读不完的怎么办？对，所以你那是期中考？没有，那个是今天教的，然后要赶快把它抄，不然会忘记。你呢？所以你要职业、年龄、居住地。职业，我自己创业卖东西的。啊，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卖生活周边、玩具周边。哦，好酷！所以现在在这边就全部都给我妹弄的。对，哦，这样是比较自由一点。对啊，我的小员工。之前是读什么？行销的。哪里的行销？好酷哦！生传系。台大生传。哦。那你在台北，你读哪一间？政大。你从这边去很远吧？没有啊，因为到文湖线啊，从南京复兴过去，搭公车去南京复兴就好了。哇，台大生传。好像哦。好像哦。那你是什么系？西班牙文。哦。我以为你可能大传系。哦，没有。就是我跟他聊的时候，就我前面就是没有什么期待嘛，但我后来发现我跟他非常的自在。对，因为在我知道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很靠近，就是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他住在公馆附近，我之前在公馆读书嘛，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就会比较放得开，或是说要知道跟他聊什么东西。当下会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原本就没期待的，但是却变成我觉得跟他最自在。我本来想要读土耳其文，哇，因为我想要去卖土耳其冰淇淋，可是卖土耳其冰淇淋不用土耳其文吧？感觉你要先学会土耳其文，然后去那边学怎么逗弄客人，然后再回来真假的卖。然后，但是我爸妈不支持，他们觉得对啊，你很认真哦。因为我喜欢吃东西，所以好吧，不能卖土耳其冰淇淋的话，西班牙吉拿棒也可以，所以就去学西班牙文。哇，你是为了食物然后去学西班牙文？对啊，我有同学因为喜欢吃意大利面跟披萨，所以去意大利文系。好吧，好了，可以接受。那这样政大你会加什么社团？政大社团应该不算少吧？对，可是我是加交响乐团，拉小提琴。哦，快乐的。因为有些人他小时候可能很常在玩乐器，但是被爸爸妈妈逼的，长大不开心，对，很有阴影的。那你算哪一种？我小时候是学芭蕾，然后但是后来就觉得芭蕾对我来说有点僵硬嘛，就是我喜欢自由的东西，像是我会觉得文学是自由的，语言是自由的，音乐是自由的。可是学芭蕾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每个舞步都要跳到老师说哦可以，我没有办法有自己的诠释跟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融入在里面。可是像拉小提琴，你的功法啊，然后你的节奏、节拍之类的，都可以融入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诠释你想要做出的音乐性，然后这是会让我感到幸福感的。那这样你之后工作选择应该也会偏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对啊，像是卖吉拿棒啊。哦，对耶，对啊，就这种，我可以挤我想要的形状。对，就玩冰淇淋，你要怎么玩客人跟你自己决定。对啊。哎，讲到那土耳其冰淇淋，我其实很爱吃，但我不敢买。为什么？因为我会被他玩吗？对啊，我会觉得有点小尴尬。但是我很想吃，我都叫我朋友帮我买。你喜欢黏的冰淇淋？对啊，就是 QQ 的，口感好赞。对啊，其他没有可以比的，但是要遇到土耳其冰淇淋超难的。我妈妈是越南人，然后我就学越文。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好烂哦，就是被当掉啊，被我妈骂。因为我妈是越南人，她就骂我笨蛋。我超喜欢吃粉的。哦，你会念粉哎。PHO， 对PHO， 没错。好漂亮，好舒服哦，好想拍照。我们叫都市打工手，因为这两位应该是来做手作，你们知道做什么吗？流体画。我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帮彼此想，就是对方的颜色。那 Clara 可能就可以帮佩佩想，佩佩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颜色的？对，然后佩佩就可以想 Clara 带给你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然后呢，这一杯你们调好了就给对方，然后他们自己倒。
紧张，哎，怎么拿不起来？哇，哎，放旁边，放旁边。哇，我也觉得很像很冰，漂亮哎，很像宇宙。嗯，天哪，超美的。我本来觉得佩佩是一个精力丰沛的人，我很意外是佩佩后来做出的那一幅画，和他带给我的感受其实很一致，就是他都用很鲜艳的颜色，然后会因为这样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然后可能是很理解自己的人。那时候说要给对方一个颜色嘛，那你可以再讲一下你给什么颜色，为什么？我没有特别去选。好啦，我放了5颜6色啊，主要是我想要那个画看起来是比较缤纷一点的，因为它第一印象给人家可能会比较稍微安静一点，或是艺术气息文艺一点的，可能会觉得颜色比较单一。但我觉得跟他聊天之后，会觉得他其实内心有很多，比如说我觉得他对于旅游啊、出国玩啊这种的不同文化、了解不同语言的那种，就是想了解的那个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好奇心的，所以想帮他多加一点颜色。想要做出珍珠耳环少女那个嘴巴，我应该要先说为什么会想到维梅尔的珍珠耳环少女，因为你今天穿搭就是你本来不是穿那个吗？褐色的外套。哦，对啊，对，然后珍珠耳环少女里面就是白色的里面，然后褐色的外套，然后你跟她眼睛都一样圆圆大大的，就觉得有点相似，好像有点像，眼睛很像，很像。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讲了一个艺术家，虽然我不太知道，反正因为我不懂艺术嘛，所以他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厉害的感觉。虽然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对。今天跟 Soraya 约会之前，其实我蛮紧张的，但是也很期待，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火花。那你会运动吗？啊，不会。没关系。那你平常最喜欢哪一种？就是健身房吗？还是就是户外？能在床上，当然就床上了。在拍，我们在拍。对啊，床上也有很多种运动啊。好快乐，吃素很久了吧？哎呦，好笑啊！不然最近好忙哦，没有时间上健身房。对呀，但我现在蛮闲的，也没有。没关系啊，每个人喜欢的生活形态不一样。也不用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开心自在就好了。我也觉得，是不是？很想要啊，超好笑。算蛮宅的嘛，就是很少会踏。你有专注于自己想要专注的，像保养啊、脸部啊，有，这样也很好啊，或者是穿搭，对吧？每个人注意的、在意的就不一样啊，没错。我觉得你都可以，不要叫我1跟0都可以。哦，那你登记补发1万了吗？0号跟1号可以去咯。不能吗？我就觉得这讲起来就很好笑的感觉，全台的0号跟1号。因为我喜欢有互动的感觉，我觉得当1或0的话，没有互动的感觉。对啊。那你有遇过账号的问题吗？账号吗？没有因为我没有约过。啊？我说在一起呢，你要讲到约也是可以的。没有约过。没有在一起的话。可能我前任他也会希望，就是我有多一点。他也是偏瘦的嘛。他偏1。但他也会希望有互动。可是他偏1的话，那你不是说你0.3？那也是有互动吗？对啊。但我前期是真的就躺在那边，所以可能那时候前
前几次就是不太经验不足。有他有聊过，就是说希望我可以更主动一点。所以每次要交作业都是他先说要交的。对。你要有这种。你会拒绝他吗？就是会耶，有时候会有哦。对，就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时期是你那种圣人模式。对那种感觉。或者是碰到哪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太阳力吗？不是就是过去这样就有点不舒服，有点失望，因为我觉得我需求可能偏高，但是也看对象啦。所以我也有问他说，会不会是他对象其实他没那么喜欢，因为他有说还没有遇过可以真的让他火起来的对象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毕竟如果说你真的遇到很喜欢的人，巴不得扑上去哦。你真的在喜欢的人面前，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讲真话，我都是看他身体反应、表情、动作去做评断。其实，所以我就是会看着你，盯着你，在做一些反应，然后你回馈给我的，我就知道啊。所以你以前有做过这种吗？有记得我有但是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幼稚园读的那个学校就是增长经历很酷，就是有音乐班的。我没有音乐班，我只是学爵士国球才学半年而已。那你很酷啊！我自己可以感受到，我可能跟萌萌的频率比较接近，比较不担心这部分，就是不担心说可能没有话题聊或干嘛，就是会觉得安心。我前几天才跟别人阿丘吧，我赢了，他就拿一大堆零食给我吃。真的？明明就有在举哑铃，他说什么我根本没有肌肉。我说你跟我阿丘巴克看，他说他怕输，会怕我才会。佩佩那么小只，你跟他比的话。那跟小不小只没有关系。你输他，你有点羞耻谁说我会输他？我说如果。为什么我先预计我会输他？没有，我说如果，那你不要跟他比好了，等下输了怎么办？回去我一定要找他比，不可能输。不过他最后捏出来的那东西，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很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强迫症，所以把它弄得就是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可是他做的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各种奇形怪状，可是是好的那方面的奇形怪状，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他这方面的反差，你有对他更加分？我更加分，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他看起来明明就是一个应该是很细心，然后很优雅嘛，然后结果没想到有这么特别的一面。很漂亮好酷哦！好像我自己一个人来这里绝对不会逛的地方就是这里。你感觉就不会来这种地方，比较文创的地方。对，完全不。因为我知道我买东西，我决定好我买什么，买完回来，就是一条路直接结束的那一种。那你是会有意义的事情才会做的人吗？好像是因为我很懒啊。那种仪式感算意义吗？对我来说是啊，就是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吗？就仪式感，这样怎么过节？如果没有人过，跟你一起过，或者是你刚好也没空过，对我如果是我自己过的话，我就说啊，那我自己过好了，好像就没有意义了之类的。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个意义，就是我自己去过，想办法过这个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那是你自己赋予这件事情一个意义。对啊，因为我去年就我下半年都在韩国，然后我刚去的时候就遇到我的生日，然后就很痛苦啊，因为就没有什么朋友，然后就也没人跟我一起过，所以我就自己去买一个很大的披萨，然后去那个汉江旁边野餐。就我一定要让那天比较特别，很有仪式感。对啊，我没有办法让那天就跟平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就是这样过去。好像是你说什么，可能你下班你突然想吃什么，你一定得吃什么之类的。哇哦，你的执行力很
嗯，很厉害耶。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边逛那些文创园区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到说，这种东西就是有仪式感的人比较会去在意的。因为我没什么仪式感，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仪式感这个话题又切到哪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又可以无限的一直延续下去，就是跟我一开始的预想差不多的。跟他聊天，我会觉得不用担心会没有话题聊，会尴尬什么的。我觉得同期对于我讲的话，他很容易很惊讶。他问我仪式感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以前的事情，他就会很容易就你居然是这样什么什么的，就是他的情绪反应其实还蛮大的，对我来说会让我有一点想说，有需要这么惊讶吗？但是也蛮好笑的，但是当下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接。就隔天大爆血，我真的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全世界。没事，好好照顾身体。你睡在这？我原本就睡在这里，沙发。我想说不要，我怕我进去的声音太大声，就是大家已经在睡觉。哦，你今天晚上少喝点，或是早点睡。我只能早点睡了。我想也是。我本来只是想要等那个血不要那么夸张，就一醒来还是一样，就你只要坐起来就会。不然你躺我腿上。好，躺太直了吧？那怎么？可是像音乐会可以买青年票，青年席好像有是不是1000左右？其实我最喜欢就是晴晴，她躺在我腿上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那个画面吧，因为她就是躺在那，虽然她舒不舒服我不知道啦，但是很柔和，因为那个光是暗暗的，然后她可能慢慢讲话，你就会觉得那个氛围是大家可以慢慢聊天，就多看一下她的脸，特别喜欢这个 moment。那你觉得你是恋爱脑吗？我之前问过前任，但他好像说不是，但我有时候会很想要当恋爱脑。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太理性了，会让我觉得没有少了一个生命力吗？就你有时候很想要，不要想那么多粉红泡泡，对你想要就不要想那么多，不要分析那么多，就去享受就好。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很难，就是太理性，会这样。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直一点，就是没有交往过母胎，然后就不太会去哄对方吗？哄对方很直啊，然后那时候还要特别学。对，我也是一直在Google， 对，爬文，还问了超多女生，问了超多直女朋友，你们生气的时候希望另一半怎么哄？对啊，我那时候有个 SOP， 第一个反正先道歉，道歉之后要说自己哪里错了，哪里错了之后再哄一下，哄完之后要想解决办法，这套完成之后就 OK 了。然后直接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不要问他要不要去，比如他喜欢吃火锅，就说我们去吃火锅。不要问他，不要给他选择。对，不要说那你要吃火锅吗？不要，直接带他去。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生？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很久是我就觉得你们从国小就开始知道了，还蛮厉害的。我觉得我以前只是大概知道女生也蛮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会觉得喜欢女生很棒啊，但不会特别觉得说自己会喜欢女生可能我以前在路上看到会想象当这个女生的男朋友是什么感觉顶多这样子而已。对，是到后来可能你真的对某个女生有感觉，你才会发现说，女生好像也可以。对。你没有一段时间会很挣扎吗？不是挣扎，就是探索那个过程。我到我真正交女朋友前都还在挣扎，就是因为我是基督教家庭的小孩，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性向好像在这个信仰里面得不到归属感，所以那时候就会说自己喜欢某个男生，但那只是把很浅的欣赏，然后我误以为这样的欣赏是喜欢。对，没错。因为大家都有喜欢男生，他会觉得这样是正常的，所以我好像也应该要喜欢男生。但事实上，我对他们真的只是某些特质上的欣赏。对。然后是直到高中的时候遇到第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就发现感受的深度真的差太多了。像高中遇到喜欢女生，就是会因为她而开心，因为她而难过。不过在交女朋友之前，就还是有挣扎过一阵子，就还是觉得
男生真的没办法，会不会只是因为没有遇到真的让我很喜欢的男生？当他遇到女朋友后就算了，不想再探索那方面。对，不想再探索这方面的事情，好无聊反正都已经遇到了，就 why not？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段感情里面是可以呈现出自己最真实的部分，可以跟他交流这些故事，让我更认识他，然后更有一种熟悉感。像我感觉那个索菲亚，她应该对有感觉的女生是狂撩啊，超炸！我觉得她的那个我觉得她的那个理想型很明显他选什么类型的啊？就是会被他逗弄的吗？对啊，就是你看现场那些。Eva 是，我觉得 Eva 很稳啊，他应该喜欢挑战性吧，因为 Eva 感觉很有挑战性。所以你觉得他喜欢 Eva？因为他昨天选那个要约会的对象，对啊，他选 Eva，对啊，所以觉得应该是因为 Eva 让他有征服欲，感觉是因为她比较漂亮吧 ？Soraya 就是有猎人心态。哦，对，Eva 真的很漂亮。对啊，Eva 完全就是典型的在圈内会很受欢迎的外国人啊，大家都喜欢精致、帅帅的。对，对，帅帅的，这是很重要的。欢迎 Eva 跟 Soraya 来旧爱新恋的时候，巧克力跟佳佳他们有来过，所以你们是蓝狐盟的第2批 VIP 这样。他们来这边就是做珍珠的首饰，然后我们是做了项链跟手链，是一个多功能的项链这样子。对，那待会会跟你们介绍还有哪些多功能的戴法，就它可以拆开，然后总共有6种。太赞了！没错，超多功能，就是可以当项链，然后可以像我身上变成这样双层链，然后也可以变成像这个身上的 Y 字链，然后还可以拆开当手链。但是我本身是在花莲做精工，然后我的特色就是会去采集生活中不同的质感，所以生活中很多不同的细节，我就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工作坊或者是我的理念，让你们大家可以一起慢下来，观察生活中有哪些细节。好，那你们可以借我一只手指头摸摸看，这里。你们现在手指已经带你们1秒来到了花莲的一座高山上，就叫做太鲁阁。这些通通都是我在花莲在我们生活中采集的不同纹路。对，那像这个就是之前露营的时候看到最多就是大理石，所以采集大理石的纹路。这边有很多，像是我还有采集了蜂窝的纹路啊，还有蝴蝶的翅膀，或者是狗狗的脚掌。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触摸的感受，然后把这些回忆封存起来。对。每个都好喜欢哦，很坏耶，太好了，好喜欢哦。怎么挑啦？哎呦，对，蛮适合你的。有点卡，换这个看看。对啊，刚好，很好看，很漂亮。漂亮的人带漂亮的东西，很漂亮。哇，好冷哦，好冷的，喜欢。事情什么原因？它剪起来好疗愈，有点像在剪指甲。还是你把指甲剪掉。这样不好办事啊。色情什么原因？有点歪耶。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没有多直啊。可以。OK， 挑珍珠。好。哇，我的美感很欠缺。你本身漂亮就好啦。哎呦，你还喂，我喜欢大大的。我大大的哦。哦，但这个很漂亮也拿起来，不管拿漂亮都拿。漂亮都拿吗？漂亮。其实我是蛮开心，就是对方称赞我这样，会增加我的自信心。但是有点太火热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烧到的那种感觉。看一下冷不冷？冷不冷吗？有点冷哦。那我让你火热可以吗？你会讨厌滥情的人吗？那怎样算滥情？我会被误认为滥情。但是我会有界限在。嘴巴说这样子吗？就是身体的触碰是。就是真的很喜欢才会去触碰的。你是双吗？我看起来双吗？
是因为我说过我跟男生有过吗？对啊，就是我就尝试过很多样的人，才确定说，男生我真的没有心理上的心动感，跟女生我才有心动感。哦，对啊。那你能接受双吗？双可以啊，因为我教过的有一半都是被我掰弯的。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会很担心说，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双？对，我是双。哦，滑网络他们都会很讨厌双。我不会啊，因为我蛮开放的，就是都可以接受，因为性向本来就流动的啊。那里还有这个吗？我想说，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跟男生，也不一定啊。就一直在流动。对，所以我也没办法说很死，说男生我绝对不行，我只能说我现阶段，对我现阶段想要探索过了一阵子，就觉得目前就是对男生没有心理上的波澜。然后你想要我猜你的年龄还是居住地？没有啊，看你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住哪，我觉得你应该是住北部的。你要知道我老家在哪里吗？还是我现在住的？现阶段你会长期居住的地方？现阶段会住在台北。会一直在台北吗？对，会一直在台北。那你想知道我什么？我想知道你的职业。职业哦，哇，竟然会选职业，这是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做那种普通职业的感觉，就是感觉很像不是那种单调的上班族，感觉绝对不可能是。对，因为你感觉是比较那种多彩的那种，多力多姿。选择他的职业的原因是因为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未来的那种想法吗？因为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的。那你是什么职业？我是做贵重金属的业务。贵重金属的业务？对，像黄金那样。哇，我对业务的感觉都是那种对人生很有热情，然后就是很会说话，或者是就是很勇于表达自己，然后不怕挫折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好像蛮符合那一种类型。我先自我燃烧，我看着你就一直着火，哇，很热哎。太多了吗？我会烧的啦。自己设计，自己去，真的是手做。就很情侣的感觉，超喜欢的。你再给我这样，我真的是要受不了了。我一直在忍哦。你现在是认真有第一天，不行，笨。今天要坚持吗？坚持不住了，先看我这个。看那边，看那边。好看啊！我觉得他可能对于我这样的猛烈同事会感到压力，所以我有问他，如果觉得也有压力什么的，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可以收一点。可是他有时候又说，好像也还好。我说我真的有做什么让你觉得很没有办法去接收什么的吗？因为我就是嘴求归嘴求，但整体的界限什么的都还是很明确。把 Soraya 当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你来说？我把它当成一颗太阳，它会很热情的，就是照着我们，然后让我们感受它的热情。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靠太近，感觉有点危险，就那种你知道，不是真的那种危险，就是那种有点害怕靠近的感觉。可是他在这边帮我们拍，我们会很丑你说是这样不是啦，不是从下面这个方向往那里，还是很小啊，小小的也好。你给我拿着梳子，梳一下刘海吧，怎样不行哦？那个叫什么名字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拿出把梳在，要梳一下，要梳一下。我已经长得不怎么样了，你至少让我管理一下嘛。没有不怎么样啊，你不要这样子。这里。妈的，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带一堆衣服，带一堆大家都很精致，就我就是
大直男对不起。这样很好啊，这是你的风格啊。看超级不优秀，我就觉得女生好漂亮哦，男生有穿衣服。不是啊，如果你就这样子，你过得很舒服，那也就很好啊。好好笑。但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打扮怎样的才会比较自在，比较做自己之类的。救我！你带回去了吗？我真的没有在拔手链，我手链完全，我正好就一个啊。你要带吗？我有哎，我刚刚在车上，我在车上自己。手很灵活。你是去韩国干嘛？骑卡车。学。我不能跟你讲。你刚刚跟我讲过。我说我不能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透露一些事情了啊。职业，然后去快半年，去了3个月。出差吗？为什么会出差呢？啊，别猜了，帮你。为什么要帮我拍？帮你拍啊！为什么要帮我拍？你站这边，这边有太阳。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怎样？不一定是出差啊，交换学生的。你不要再猜了啦！交换学，你再猜，我要拍下你猜的样子，快点！不是，他声音好大声，没想到这么大声。看我，看你，看我，3、2、1。哎，等下你的头发啊！你不要很慌张啊！我非常，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拍过照。其实你的侧脸很好看啊！我没有这样拍过照。你的侧脸很好看，你不要讲话。等一下，快点，好过分呢！我帮你调整你的头发。我不要讲话。你的鼻子很好看啊！我不要讲话。眼睛要张开哦，头低一点，你不要笑啦。等一下，头低一点。他有帮我拍照，然后就是各种，他会拿狼，原来真的是有原因的，就是他就比较主动那一方，真的是有原因的，比较敢一点嘛，我觉得。你脸不要尴尬，你很难，很自然啊，你很难，我脸不要尴尬，没有办法，露齿笑那种笑，不是我自己。不要讲话，不觉得很可爱吗？不要讲话都能看好吗？他真的很不擅长面对镜头，就举起来他就会很说：“哎，我现在要干嘛？”然后就这样动来动去这样。我有发现他的侧脸蛮好看的，所以我想帮他拍，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喜欢那个照片。我对那个什么，我对眼球有点恐惧。干嘛？你不能看我？不是，我对眼球有点恐惧。我说对哪里？我看起来现在像只狼，我不是，看得懂。你想要问我什么？我想知道年龄，因为你昨天有说你读商科，反正就是办公室什么这种，我觉得我猜，所以我觉得工作我还好。而且你说你出社会了，哎、我哪有说我出社会？有，你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你就说什么已经出社会，已经不像以前会觉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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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讲了，所以就想说应该就是反正就是开始工作了，这样。所以我想知道年龄，不知道哎，其实现在想想，我会觉得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我在你们看来我是比较成熟一点的，还是比较幼稚一点。我觉得你感觉年龄上是成熟的，可是心智不一定有很成熟，就是感觉，对，这样有很冒犯吗？微笑，我微笑，我就微笑，这样很冒犯吗？我微笑。可是很容易害羞，就感觉年龄比较小啊。不一定，我觉得嘛，就是感情方面还在那个什么牵手了会怀孕的那个状态。对啊，你是小一哦。我觉得我的心智很我的年龄。讲废话。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的心智比我的年龄成熟很多很多很多。哪有人自己讲的啊？不是自己讲的 ，MBTI 也是这样讲啊。ISTJ、ESTJ 的心智年龄都他妈60、70岁，哎，我60、70吗？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我比较像姐姐，我有点在带领话题，然后小开他玩笑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他没有年纪比我大的感觉。好累哦，你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我等下忙的，
我觉得你就是属于晚上会有精神的人。对，你等下可能吃饱饭就就是我是个夜猫子，对对，再痛没关系，我吃止痛药。你不会真的有带吧？有啊。约会前他可能身体有点不舒服，其实我有点担心他就是有点逞强，就是因为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想要去约会。如果他真的就是身体不舒服，我还是希望他多休息。就是我连晚餐都不去，我觉得那他弟弟跟我这个配对的对象会不会觉得那就很浪费一天这样？所以就是有去，但是回来还是写流程和。一起可以。哦，好吃。哎，它的酱好浓郁哦。是我太饿还是真的太好吃？真的好吃，真的。你要炸鸡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快拿过来一点。开吃。是海胆酱，对不对？对，很特别。人家看到就是两种反差这样，你有那个气质，那个到底在忙什么啦？不会，到底在忙什么啦？没事，你倒出来没事。你是住台北吗？我是住台北。有，你其实身上有一个台北人的气质，这样，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你觉得你浪费一个问题了吗？对，尤其是你昨天告诉我说你知道附近很多酒吧这件事情，我刚刚回想起来了，就好像好像有点，好像我问过，感觉我选错东西问了，哎。那你是做什么职业？然后我其实刚听的问题，应该排除台北吧。哎呦，很会选哦。我会问职业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一整天24小时，其实有蛮多时间会跟职业绑在一起。那你可能会因为你的兴趣爱好去选择职业，或是有的人可能是他的技能所以选择职业，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可以更多了解这个人。我在男装店工作。你是自己经营的吗？没有，就是朋友是我老板这样。哦。后面就是因为身体比较虚之后，我就是转后勤，就是就是在家里可以用电脑，因为本来在网络上就有一个网上在经营，所以我就后来又回去经营网站。很不错哎。觉得我听完他的职业，他蛮做自己的，因为他其实他在选择职业上面，他都是觉得就是他自己可能没有尝试过的，然后或是一些觉得比较有趣的。对。那你觉得他看起来像做什么类型的工作？管理层面上的，因为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是他都有顾到大家的感觉，就很明显，他就是很有领导能力的人。所以你有理想型吗？会照顾我的人吧。就是很多事情比较智障一点，就是生活白痴一点点这样。OK， 好啦，我是公主如烟，谢谢。没有到那么严重，公主如烟，没事，其实没有到这样啦，就还是会享受被照顾的感觉。对，但如果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是很独立的，家还是可以自己搬的啦，自己搬完没事，不用忍。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共情能力很强的人，就他其实常常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怎么样，或是他常常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他想怎样？他害怕被吃掉。这些话里面只要有索拉雅就完了。我们讲起来听起来还算正常吧？对，我觉得他们吃晚餐的话题一定很恐怖。索拉雅他说的话其实都是比较不会就过头这样，
对，他是遣词用字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他是有在修饰，他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即使我们就是都是不认识的状态下，他讲的会就是会让你听起来就觉得很 OK 的。那除了会照顾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可是会给彼此空间。OK 对，我觉得我们有聊过。对，不要跟我一样这么小孩子就好了。我怕大事决策不了。我比较感情上不太会主动先开话题，或是跟去问什么的。这个部分我就比较被动。我觉得没关系啊。但其他地方我比较社牛，那没办法，就是有点还是要给我一点爱的空间吧。毕竟我是 INFP 这件事情，我还是有爱的时候。我对伴侣最注重的应该是三观，对，我会希望我们两个是三观比较合得来的。那你觉得跟如妍的三观？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是就是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可以考虑的对象。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带领着我，他也会记得别人讲过什么，因为我是细节控，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说我今天可能真的很不好，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记。听起来对我来说是很撩的，但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很顺口的一句话，但很情绪价值这样，我就觉得哦。怎么会是在那边？你应该是要做什么事情呢？还要我教？小心，可以。有会弹哦。太好吃了吧？这控肉吗？我好久没吃控肉了。那感觉我们年龄会没有差很多。哈，谁没想偷猜我年纪？你会在乎对方年纪吗？不会啊，但是如果多20岁的话，会在意一下啦。20岁哦，那我觉得那还能做作业吗？我觉得5岁的话好像还好。姐姐是一种感觉，我只在乎有没有体力做事情。如果年纪轻轻体力很差了，你这样吗？你这样？我帮你调体质，我可以帮你调整到好。色情守门员。你会不喜欢我一直讲这个梗吗？看你做自己啊。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拍过这种。我那时候是去拍那种手做 DIY。我跟我室友啊，如果去那种夜市吃饭，然后走回来的路上，一定就是会先刮刮乐，然后再夹娃娃。但是我不喜欢买刮刮乐。为什么？我就觉得一定不会中啊，干嘛买？我自己比较觉得会这样。但是我朋友就很热衷于买。然后我们就会去夹娃娃，另外一种赌博。你有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了吗？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点。那可能我觉得你要多去尝试很多事情，你就会慢慢发现，可能在某些领域上，你比其他人还要得心应手，比较自在。就有些东西都会一点，但是也就是学的不精吗？广而不精，那也没关系啊。我觉得伊娃对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没那么高，所以他知道内容没有我那么多。今天对这个人不太能有互相的思想碰撞，都是我单方面给予的话，其实我会有一点累吗？没有回应的感觉，其实我
不太喜欢，我喜欢互动的啦。你能接到我的球，你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也甚至也可以说出你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对于表达会有一点需要时间思考嘛，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很吃聊天互动这一块，有点晕碳，没关系，你可以倒在我的胸怀。啊，害羞嘛。第二天而已，想怎？那又怎么样？有感觉就是有感觉。你是属于那种猛烈途径的那一种。太猛了吗？还是我要收一点？可以，我喜欢慢慢来的那种。慢慢来哦。我突然要收一下，我想一下。好，那就是不能撩楼。一点点，撩一点点，对，一点点。没办法，我想到梗就会这样，梗就容易就会释放出来。慢慢来，我说我知道啊，可是因为当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人事物的时候，其实慢到底多慢，我也没有太快吧，我只是勇于表达，因为我的表达方式跟大多数人应该不太一样。台湾的想法比较保守，比较吝啬于赞美，我就是觉得好看就好看啊，喜欢就喜欢啊，我觉得不需要藏啦，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讲出来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啦，你不讲没关系，那慢慢来，我等你讲，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看我？我要你看我。你说什么？所以你觉得对你只是抱持着好玩的心态吗？默默的舌头很厉害。你从哪里知道他很厉害？你尝过他的舌头？昨天心动讯息嘛，我们是寄简讯的方式，那今天比较不一样，今天是你直接念出来，你就不用讲说是谁，但是你要讲你想跟他说什么。谢谢你常常称赞我，我明天会认真穿更漂亮一点出去约会。哦，哎呀，好可爱哦，好明显哦，真的。其实我本来想学理，但是我想说等你身体好一点。就你那天就不学啊？对啊，生气耶，小闹脾气。我现在要跟你闹脾气。不要。吕渊其实让我看到以前我喜欢过的人的样子，但是我跟那个人有一些我没办法那么快接受的地方。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不要这样。你什么眼神？你在粉饰我是吗？真好笑！别说了。我还没甩头，我直接忘记了。然后我就只是担心有些人可能不太敢讲话，然后我就用猜的这个方式，可以让大家都融入在这个状况。没关系，打一下就好了。你先讲。你先确定你打得赢我？那个手这样子弄着你就摸不到我了，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是备胎吗？也不能这样说啦。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